各位朋友，美国和伊朗都打不下去了，都跪下了。双方呢正在这个巴基斯坦谈判。巴基斯坦这回算是抖起来了。巴基斯坦现在这个在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堪比大国了。为什么呢？巴基斯坦走对路了，他抱对了中国的大腿，和那个印度的那场空战彻底树立了巴基斯坦大国的底气。现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人自己都说，我们现在在国际上那个腰板挺的倍儿直啊，有的时候那个他们觉得才比中国都直。为啥呢？中国不敢动手呗，人家敢动手呗，是吧？好吧，这个巴基斯坦啊，这回啊，在谈判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且歼十飞机派到了伊朗为代表团护航。中国的国师金灿荣教授也提醒啊，说你们小心啊，这个以色列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小心他们把你的这个代表团再给你一块儿给你端了，那就没得谈了啊。那这次呢，伊朗人民也是信心爆棚了。伊朗人说我们也赢麻了啊，川普老说赢麻了，现在伊朗人民说你们就是纸老虎，我们才赢麻了呢。قدرت ما توی منطقه ثابت شده. ما الان از همون روز اول پیروز این میدان بودیم و به نظرم که هر طور شده ما پیروزیم. چه آتش بس بشه، دوباره جنگ بشه، بارها تکرار بشه، ما پیروز. آمریکا میخواد همه جا رو استعمار کنه، میخواد صاحب همه جا بشه. خب این نمیفهمم چجوری میشه باهاش حرف زد. اصلا صحبتی نیست. استقلال اون باید حفظ بشه. ما خودمون باید برای بخش نظامیمون، بخش اقتصادیمون، همه چیمون خودمون باید تصمیم بگیریم. نظر مثبته و فکر میکنم که ایران از موضع قدرت تصمیم گرفت، به نفع شد و به نفع خودمون شد. ظاهرا به نفع خودمون شد و برگه برنده دست ما بود. موافقم. جریان توافق هستم انشالله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ائمی بشه و یه صلح واقعی بین منطقه فراگیر بشه، چون جنگ تو هیچ شرایط خوبی برای هیچ کشوری خوب نیست، چون صدمات و آسیب‌های پشت سر خودش داره.好家伙，你看看伊朗人也是赢学家，无论是这次的停火成与不成，伊朗人都赢麻了。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9号的20点，北京时间10号0点30分。当地时间10号，伊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美以伊战争临时停火后的首场谈判，而这也是过去1年内伊美之间举行的第3次谈判。在前2次的谈判进程期间，均发生了美以对伊朗突然展开军事行动的事件，因此舆论都在密切关注本轮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针对10号的伊美谈判，我在伊朗总结出以下2个关键词：第一，态度强硬。事实上，自从宣布临时停火以来，伊朗对谈判展现出强硬的态度。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最新的表态中再次强调，停止针对黎巴嫩和所有地区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是停火协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方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付出代价和惩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则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是延续地区战争、破坏外交努力的战争罪行，相关后果将由美国承担。第2个关键词，分歧难解。分析认为，不论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还是铀浓缩等议题，伊朗均不会让步。但伊朗提出的10点方案很难让美方接受，而美国也势必会在谈判中提出美方的诉求和条件。因此，许多伊朗专家认为，在此前没有爆发战争，或者是战争的烈度不如本次的时候，伊美都没有达成协议。而如今只有2周的临时停火，且在停火首日就发生了违反停火条例的事件，因此本轮谈判从各个层面看都面临着非常大的难度和挑战。另外呢，就在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前往该国的西部，对部队进行了视察，并表示
伊朗的作战部队时刻做好了准备，一旦敌人入侵伊朗，伊朗将给敌人沉重打击。而这也体现出伊朗军方仍然在对美伊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和警惕。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美伊双方决定了停火2周啊，那个美国这边就不打了，然后那个伊朗呢就允许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一段时间，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股市就上涨嘛，油价就下落嘛。然后其实很多人都关注那个以色列的表态，因为以色列是其实冲突一方嘛，美以是联军啊，对伊朗，他其实一方。那最后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内塔尼亚胡总理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支持美伊之间的2周停战协议，所以意味着以色列大概下面2周是不可能再打那个伊朗了啊。但是呢，他留了一个小尾巴，说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战争他不能停，他要借这个停战对伊朗方面就减少用武，他更集中精力去打那个真主党。而且最新的态势，他真的要在黎巴嫩南部啊，就要占领一些地方，不是一枪打了出来，他是真的要占领，知道吧？这个其实是给未来呀，这个留下了埋伏，留下了伏笔嘛。真主党肯定不干了，对不对？肯定会反抗。但是现在因为那个伊朗方向战火平息，所以以色列可以投入更大的资源在那个黎巴嫩南部，对不对？所以真主党压力就很大嘛。但是无论如何，真主党不会屈服，所以呢，虽然在主战场停了，可是在支战场对以色列特别有利这个战场，它绝不停息，是吧？这也是以后我估计啊，美伊啊谈判的时候会提到一个问题：伊朗10点计划是不是有一条，就中东所有的战线都得停嘛？除了你不能打我，我兄弟你不能打呀，就提到这个，那个下面就靠他们谈判吧。这个从战略角度啊，黎巴嫩真主党其实是伊朗在伊朗之外啊最坚定的盟友，是吧？是所谓抵抗之狐里面最坚定的盟友。从逻辑上讲，伊朗肯定要尽全力去保嘛，是吧？只不过目前他身处战争中，他可能余力很少。当然现在不是这个战事暂时就是平息2周。这2周我估计伊朗也会尽他的所能去帮一下真主党。那个虽然那个内塔尼亚胡呢昨天也讲话了啊，支持美伊谈判，这个暂停军事行动2周，但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不甘心，是吧？他就觉得这个战争应该坚决打下去，彻底把伊朗打垮，是吧？但因为美国现在有点受不了了嘛，这个所以他也不会明显的跟美国顶撞，是吧？所以下面确实也值得关注，他会不会以某种形式啊破坏这个谈判？这比较可见的，可以想象那个东西，他暗杀嘛。你不是要谈判，谈判肯定有谈判队伍吧？把你谈判队伍人给杀不就完了吧？是不是？那是很刺激人的。所以呢，反正以色列作为一个变量啊，而且一个消极的破坏性变量，是继续值得关注。金老师的提醒，伊朗人、巴基斯坦、巴铁兄弟都听明白了。巴铁兄弟派出了歼10战机进入伊朗，给谈判代表团护航。以色列和美国的那破飞机，在中国的导弹面前，谁还敢动啊？巴铁兄弟太威武了！现在我就在伊斯兰堡的政府核心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红区。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周围的道路都已经被封上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安保部署的情况已经全部到位。这里面包括有警察的部署，还有军队的部署。从这个安保级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巴基斯坦政府对这次会谈是高度重视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对于即将抵达的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安保工作已经全部
安排到位。他还强调，要确保这次会议安全顺利进行。巴基斯坦学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指出，本次美伊谈判意义重大，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谈判取得积极成果。And I think some bridge the existing mistrust which is there. There's a history to that. I think a lot of effort would be required, not just by the Pakistani or intermediaries who are involved or the interlocutors who are involved, but the entire globe. I think, and I guess we are hoping everyone in Pakistan outside from any walk of life are hoping that this will result into a good outcome. 这次如果是谈判啊能够顺利的话，伊朗真的是要到了赔偿。我说朗子，你长点心吧，你看看巴铁兄弟，你把那个赔偿最起码一半拿出来，买中国的成体系的武器系统、防空系统，霹雳15即正义，记住了吧？可长点心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